GPT-4o 你用上了吗？自从5月13日 OpenAI 春季发布会上公布了最新模型 GPT-4o， 很多小伙伴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试试看。可虽然对免费用户开放，但是逐步进行的，很多人还没有权限。而且就算是免费的，限制也很高，3小时只能用16次，就算是 Plus 会员也只能用80次。于是呢，木子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平台，可以无限次使用 GPT-4o。除此以外，它还集合了其他模型，包括 GPT 3.5、Cloud 等等，以及 Midjourney 等绘画工具，甚至还能一键生成思维导图。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感兴趣的话，那就一起看下去吧。网站的链接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了，大家可以点击它打开，这是它的首页，叫做樱桃茶治愈 GPT。在主页可以看到它有各种已经训练好的角色，非常适合垂直场景的应用。在左边有各个功能按钮，包括对话、绘画、画廊、写作、思维导图，我接下来会逐个为大家介绍。首先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试试看 GPT-4o 了。点击对话，你可以直接开启一个新对话。在上方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已经默认在使用 GPT-4o 模型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点击它进行模型切换。这里有各种热门的 AI 模型，包括 GPT-4 Plus、Turbo 3.5的模型，甚至还有 Suno Cloud 可以用。下面是选择语音，就是输出的文本我们是可以转化成语音的。我自己听下来，我是最喜欢这个大叔的声音，选择它，然后保存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就测试一下，复制一篇新闻的链接，让它为我们进行总结。由于原链接是英文，我说明要求是以中文输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已经做了一个基础的总结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太简洁了，想要再详细一些。接下来我们试试看用它来生成图片。我随便写一个 prompt， 比如给我画一个在海边的亚洲女孩，25岁左右，这是它的结果，非常典型的 DALL-E 3风格。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它对我们上传的文件能不能理解。这个功能呢，需要使用 ChatGPT 4 Plus 的模型。新建一个对话，点击这里上传一个 PDF， 这是《人性的弱点》这本书的电子版。我让它帮我总结，它用比较简练的一段话概括了这本近500页的书。我们也可以直接让 ChatGPT 生成书籍的目录大纲，然后分别根据每个大纲的小节进行提问。我认为这个概括的文案比较适合用来做那种书籍推荐的视频，比如每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，用这里的文案加语音，再加一些画面就好了，然后挂上书籍的带货链接，是不是就非常方便？这个模型是可以联网的，比如我问他5月份在美国科技界有哪些重要的新闻，请给我10条。为了测试速度呢，我打开一个计时器作为对比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内容产出的速度非常快，甚至我和 ChatGPT 自己的 4o 对比，同样的问题它都需要更多的时间。我们再来看看内容。这简直可以当你的资讯助手，每天也不需要自己去各个新闻网站去搜集当天的热门新闻了，直接在这里让它当你的私人助理就好啦。Nice。然后呢，我自己也有听新闻播客的习惯，那它也可以做到。点击下面这个人脸的按钮，所有的文字内容就会以刚才我们选择的那个人声读出来。2024年5月，美国科技界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，以下是其中的10条。1. 微软推出 Copilot PC。微软发布了其最新的 AI 动 PC Copilot Plus， 这款设备标志着 AI 在个人计算领域的重大进步。这样下去，不知道未来的新闻播客会不会被 AI 所取代。除此以外，我认为这个网站非常方便的一个点就是它预设了非常多的角色。点击这里的角色仓库，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都有各自的角色。这个功能非常适合垂直场景的运用，因为它这里的角色都根据各自的场景训练好了，里面预置了 prompt， 比你自己新开一个对话框直接问，准确度呢会更高，也更方便。因为我最近在纽约，所以我就想趁这段时间在纽约玩一玩。但做攻略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找这里的小伙伴帮忙。找到旅游攻略，这里有不同的角色，比如我选择这个私人导游顾问，我先问他我要去纽约有什么好玩的，他给我列出了一些比较有名
名的景点，但是我比较懒，我想让它完全帮我做旅游的行程规划，所以我再次告诉他，请你根据这些景点的位置，帮我把附近的景点归在一起，制定一下旅游路线，共10天，我想要轻松一些的，基本上每天2个左右行程还算轻松。除此以外，我还想要吃一些纽约的美食，所以呢，我就让他给我推荐一些餐厅。纽约有什么著名又好吃的餐厅吗？不同菜系都要有，的确列得挺全的，但是我得把这些餐厅加到之前的行程规划里面，所以呢，我就再加入这个 prompt， 请你根据以上这些餐厅的位置，把它们加在之前的行程安排里，要求餐厅和我玩的地方不要太远，不需要包含你推荐的所有餐厅。好，这样我们大概的一个行程规划单就做好了。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这个 W 按钮，保存为一个 Word 文档，或者你也可以点击这里复制，然后点击左边的思维导图，把刚才我们的行程规划粘贴进去，右边点击生成，就可以一键做出一个行程规划的思维导图，是不是也清晰很多？那除了可以进行文本对话，我觉得这个网站很方便的一个点也是可以直接生成图片。点击左边的绘画 tab， 可以看到这里有 Midjourney 和 Niji 模型。这个网站和 Midjourney 生成的图片质量一致，但是它的生成界面更加可视化，操作起来也更容易。左边这里先选择一个比例，比如1:1，选择 Midjourney 的 6.0 版本。下面这些参数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。在右边填写提示词，首先呢，推荐大家填英文，但是你可能说我英文不好，每次填这些提示词都很头疼。在这里呢，你也可以直接输入中文，然后点击右上角翻译即可。下面忽略元素就是画面里不要的元素，然后创建任务。生成好以后呢，这里的 U1、U2、V1、V2 和 Midjourney 是一致的，选择喜欢的下载即可。接下来我们测试这里的3个功能，首先是图生图，就是可以根据你上传的图生成类似风格的图片，比如我上传这张粘土的图片，下面提示词依然用之前的，然后生成。大家看是不是依然保持了粘土的风格，但是是根据我的 prompt 内容生成的图片。然后是图生文，就是我们 Midjourney 里的 describe 功能，它这里也会给我们提示词，共4个，点击它，对应的提示词就在上面的框里了。最后是融图，一般就是把不同风格的照片融合在一起，可以上传多张照片，最多5张。整体来说呢，我认为这里的绘图保持了和 Midjourney 一样的质量水平，但是用起来更方便，直接打开网页就能用，而且网页是可视化的，用起来也更清晰易懂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的付费情况。首先，新注册用户有5000 token 的对话点数，20点绘画点，大概可以生成4张照片。如果需要的话呢，可以购买这里的增值套餐，使用我的邀请链接进行注册购买，在付款时填写我的折扣码，原价600元的全年套餐就能享受我的特权折扣8折，最终只要480元，相当于呢1个月只需要40元，比官网买便宜了100块。而且你可以使用 ChatGPT 的所有模型，最重要的是连官网都有模型的使用限制，但是在这里是无限制使用哦。下面呢也可以买 Midjourney 的绘画额度，如果你平时生图量并不大，但是有生图需求，每个月买10美元的 Midjourney 额度根本用不完，很多都浪费了的话，我更推荐这里直接买。它呢支持比较小额度的套餐，反而可能是更划算的。整体来说呢，我认为这个网站的集成性非常强，把王牌 AI 产品 ChatGPT、Midjourney 等都集合在了一起，也不用来回切换，而且因为引入了角色，让 ChatGPT 的使用更简单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网站上我们用的是原版模型，和 ChatGPT 没有任何区别，价格却更低，所以真的是非常划算了。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直接使用它替代 ChatGPT 和 Midjourney 了。好，快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试试看吧。我是木子，带你一起用 AI 改变生活，赚被动收入。